哎，你那菇是你自己做的吗？自己做的。你挺牛的，哥，你挺牛的。我觉得我这是最早的 cos 了。你有多久没跟家里人一起看过老照片了？搬家时候最先消失的总是相册，有时候他们就静静躺在准备丢弃的旧物堆里。那些我们以为总会整理的以后，在忙碌中永远没有到来。我记得家里有一张姥姥的那个特美的一张，那样她年轻时候的照片，那不要说了，被我丢了啊。最近我的爸妈从我们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中搬了出来，在搬家的时候翻出了不少的旧相册。作为家里掌管回忆的神，我准备把这些老照片都收集起来，一张张的扫描复刻，并把它们传到云端保留。你们这小朋友都跟喝错了药似的。当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了太多从未见过的照片，这背后也藏着许多我从未听过的往事。你也第一次见？这张照片我第一次见。那你讨厌你哥吗？小时候？我畏惧他。你小时候真可爱耶，想捏死。能给你暴露一下吗？说。你特小时候还爱留哈喇子呢。他现在还留哈喇子呢。所以在这个周末，我想和家人们在一起，重新打开这些记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翻一页都会有原来是这样的惊叹，有你记得吗的欢笑，也有那时真好后的沉默。可以呀。爸妈的新家也许打扫得明亮漂亮，但我想家的回忆更需要打扫。所以在这一期节目里面，请大家陪我们一起打扫回忆。看照片真是最好的回忆。不用打板，这样有感觉，打完之后就起来了嘛。好，来，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打个招呼，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爸。你不能占观众老爷便宜啊！可以占就占了吧，来吧。Hello， 你好，我是妈妈。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媳妇儿。谁媳妇儿啊？小鹿媳妇儿。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哥。陆哥是这个小鹿的哥哥啊。因为这些照片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准确的拍摄的日期，但是呢，我们现在每放一张照片呢，大家就要猜一下大概哪年的，然后咱们也可以聊聊这张照片后边的故事，好不好？好，来，开始。第一张，这我知道。这是个画是吗？挂历。挂历，为什么让我跟挂历合影呢？你就以后让你找媳妇儿就找这标准的。那我找的更高啊，这标准。对，所以是哪年？来，89年底。你们89年就知道玩借位了。啊，因为你那个拿着那小美女，对那个小粘片的时候，就会亲人家一口。抓周的时候，抓了一个章，好像还抓了个笔，抓了个美女，就横胡了一顿抓。我想知道抓周的时候为什么要放个美女在抓周的里边？谁知道你好什么呀？我知道，我的妈呀，这是演出呢，这是6·1儿童节，画成猴屁股了，这谁看就是演出呢？在幼儿园呢是吧？你们这小朋友都跟喝错了药似的。你看过那个七龙珠那个饺子？这你拿单反的吧？这是假的单反吧？哪有长成这样的单反呀？小的时候他一直挂了这么一个相机，是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也挎一个相机也有。你看我记得有这张吧？各种相机。你小时候就这么摆拍了，拿相机摆拍。这是咋想的吗？啊，芭蕾舞就是你幼儿园都是幼儿园开展的，不能不参加吗？可以不参加，这还得交钱呢。艺多不压身，挑一个现在。这干嘛去了咱们？哎呦，我好胖啊！99年，那我们回归啊？那不对啊，99年我不应该在这儿啊。你没在这儿啊？照片没有你啊？就是那天晚上庆祝活动他们去的。哦，我这会儿是尴尬期了，这个纯尴尬期了。那会儿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胖吗？你就攒那史努比攒的。对，那会儿是麦当劳有一活动，儿童套餐送一史努比。对，世界各地的30多个一套是吧？28个。哎呦，
记这么清楚？多少个28个。 ？28是吗？但有可能会抽到重样的。重样的是吧？对，啊，所以你就一这是直在吃。当年的盲盒。对，当年的盲盒，同时期还有那个水浒卡、水浒三国卡，更他妈更。那讲三国他不是这时候吧？这也太在小了吧，坐的车里这么小讲三国。比这晚一点。他那时候就听那个磁带听的他都能讲出来。我也不知道他能讲出那么长，一直都没停，从头到尾没停的讲三国，给车上人给笑的呀，就是说，哎呦，这孩子真了不得。所以讲故事嘛。现在我也在干这个事儿嘛，对不对？那会儿还 cos 呢，你这会儿 cos 吗？我觉得我这是最早的 cos 了。你是原主。我这最早的 cos 了吧？有一说一，这是吕布，这是吕布吗？我以为是刘备。我以为是孙悟空呢。吕布，孙悟空不是这张，不是这个。吕布就是这个。哎，这是孙悟空，这是孙悟空这。挺像的，你的头上粘的是啥呢？哎，你那箍是你自己做的吗？自己做的。你挺牛的，哥，你挺牛的。你这虎皮旗儿不太像。你那脖子上那是专门弄的披风吗？那是加的一条毛巾被一个浴巾。浴巾啊。他小时候是不是特别调皮？他是犯坏，他不是调皮，他是犯坏。鬼心眼子多吗？连我都坑。我什么时候坑你了？嘿，多了。那回那还是抱着的时候，还没这么大的时候呢。那回是吃什么来的？您记着吗？橘子，就特别小，一人给你们俩一个橘子。知道，他说哥，咱俩先吃你这，吃完了，然后咱俩再吃我那个。然后把我这细节我不知道。把我那吃完了以后，他那橘子不知道哪儿去了，他告诉我丢了。那有没有可能真的丢了？没有，没有，皮我都看见了。哎，你们俩小时候感情这么好吗？该打，该亲。反正他没少打我，作践他就是。这作践我。作践是什么意思呀？作践就是这样，就叫作践啊。那你讨厌你哥吗？小时候？我畏惧他。这张你们猜一下，94、95吧。那不是底下写着吗？94年12月28号。你看，还是我猜还是挺准的。你看这它的细节很多啊。你那贴的是什么呀？你那边贴的拳皇啊。啊，那会儿不叫拳皇，饿狼传说。对，还是那帮人。你看你那会儿多瘦，最主要林志颖还长这样，现在。这是个坦克呀，这是。应该是我哥最爱玩这什么飞机大炮啊、枪啊什么。你不喜欢？我不太喜欢这个。你就喜欢麦当劳。你看，是他。你看，我哥就爱干这个，那会儿就要当兵。一个当兵，一当警察，这就是从小就想干这个。这我哥。我也觉得是哥。这我哥，这肯定是我哥。肯定是没上初中的。有我吗？你可能是我搂着你呢。搂着我呢？你就这么搂着你。看一下。哇！哎呀，还真是，哎呦，他真记得呀。是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有点像人民大会堂。这是天安门广场吗？天安门广场。对。我有点。你没有在那边偷看吗？哎呦，他真记得。你刚偷看了是吧？没有。别偷着看。这是我是吗？这是你啊，一看就是你。这是我啊。你看那个鹿的眼睛多智慧啊！我怎么记得我也骑过这鹿啊？没准下一张就是你。这是谁？是同一只鹿吗？一胎的时候是这么个流程，二胎基本上到这岁数也得到这儿照一张。就是我有的，你得有，知道吗？按流程养。按流程养。您不是您那儿有个 SOP？ 不是，这两张照片还都找着了，我都不。要是万一你要当时要再生个三胎，还得有一张。3路。哎，帅。哇，这就2000年了，应该是。太帅了。这是到广州学习，那就是2000年了。2000年刚提干。就是你读研去那个。阅完兵不是，这会儿没读研。你是在这之后。你读过研啊？啊，瞧不起谁啊？你是我们家学历最低，我你是研究生啊？目前你比唐的学历高。拉后腿了，我一个小本科。这是拉林吧？拉林哈。对，我跟我妈去看它，那是我这辈子对绿皮火车都
坐吐了真坐吐了，从没坐过那么久的火车，坐了多久？30个小时。24个小时到哈尔滨。再转一个绿皮，然后绿皮下来，然后再坐三蹦子。对，这看啊，一看就是家里。对，这是哪年？这个你看你应该是那也就2、3岁，2岁吧不到3岁都。 91年，我那会儿不是天天都抱着这些吧？反正差不多。啊，你就抱个小羊啊，抱个啥玩意儿的。我记得还有我抱真羊的吧？应该。抱真羊那是回老家，你哥带他回老家的时候，他就跟那小狗，跟小狗玩，你就跟小羊，你就追羊，他就追狗。啊，这个可爱呀，我怎么没见到过呢？这羊不知道怎么样了。你有印象吗？你我有印象就你这么抓，我可开心了你爷爷多心疼呢，你知道？心疼羊还是心疼我？心疼那羊，你给那昨天的羊，你薅人家毛呢？就是薅你看你怎么抱羊，啊小时候我就怎么抱的你。嘿，这长得真好。我第一次见这个，你也第一次见？这张照片我第一次见，是吗？好多张照片我都第一次见。这是上长城，这是哪个长城？你看还有红叶呢。就是八达岭长。八达岭长城。嗯，陆老师，你那个时候法令纹就挺重的啊。这张照片我看到过很多次了。画展，首个个人画展。哎，对对对对。有没有画的照片？我看我那会儿画的啊，这不画。你左边那是谁呀？什么呀？左边后边那个，唐僧啊。那是唐僧啊。对，你看那肯定唐僧，袈裟的还有，但也有正经的。你看我后边还有画那国画的牡丹花，看，那是牡丹花。那不是牡丹吗？那是啥花啊？你好得意啊！画展，开玩笑的，个人展。你爽死了。画都存着呢吧？都留着呢。什么东西都会留着的。哎呦，这猫，哎呀，这猫叫什么？不知道起名，就叫咪咪，就一直管它叫咪咪。不是，那个猫后来咋着了？你想听实话吗？想听实话吗？你们小时候怎么骗我？你先说。吃的不好，离家出走的。哦，是吗？我都忘了。其实然后你就开始哭，到晚上还哭。实话是，姥爷往方庄抱的时候落出租车上落出租车上了。小黄面的那会儿，从那时候后边就是面的，不知道，找不回来的。那联系不上。那时候又没手机。对。哎，我记得这只猫，哎呀。姥爷说千万不要跟他说实话，他会恨我的呀。姥爷对我最好了，老给他塞钱，这我知道。偷偷给他塞零花钱，还带你去捞鱼。哎，麦当劳，老北京传统美食。这是跟姥爷一块过生日。那会儿去麦当劳过生日流行的，流行，很难订呢，还订不上，订不上啊。我姥爷也跟我双子座，我们吃饭都不让剩饭碗子的，都得把那米粒吃干净，他就不吃干净。惯人。姥爷说的，我吃啊，我就爱吃我孙子的剩饭，我就爱给舔这饭碗子。啊，这不是姥姥？那这不是姥姥吗？姥爷大姨。左边那个是姥姥吗？左边就是挨着，就我左边是姥姥，再往左是姥爷。我看看这个菜式跟姥姥在的时候的菜式跟我小时候吃的有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个菜很丰富啊。这应该是你大哥他们做的，我那时候做不出来。我那时候连加酱油什么时候加酱油，什么时候加那什么我都不知道。姥姥没那年春节是最难过的，那一年好家伙饺子都包不上。那会儿老太太还不会做饭呢，家里没一个会做饭的。饺子包上买的那个馅儿放盐。这个老头就会包，不会和面擀皮儿，就没人会弄了。我从东大桥那个商场买的现成的肉馅儿，肉馅儿，连白菜都弄碎了的那种馅儿，我啥都没搁就给包上了。预制馅儿。结果你姥爷吃第一锅，我就看他摆了一溜酱豆腐、酱油、香油、醋摆，他自己摆一溜，我还说好吃吗？好吃。最后等我自己吃，怎么什么味儿没有啊？后来才知道人家那个馅儿让你自己回来去调味道的。所以你是多大学的？就是你姥姥都快咽气了，我那儿也妈该搁什么了？搁油。你1周领5个月了，所以我对我姥姥没有印象。你没有印象。姥姥老说你没赶上好时候。
不是，姥姥就是舍不得，她说她太好玩了，哪怕让我再跟她一块待几年呢。说我没那福气的。我记得家里有一张姥姥的那个特美的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那张照片被我丢了啊！我拿去单位让他们扫描，不是一张两三张呢。后来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是特别忙，扫描完了没及时要，等到学院搬过家，等到再找要，谁也想不起来。扫描呢？扫描也不知道谁扫的，搁哪儿了。所以还是要上传到云端嘛，很重要。那会儿要有不是就行了吗？对。我突然觉得我得把我们家的照片赶紧扫了上传一下。还真是，真的是，真的很重要这个。哎呀，哎呦，这金子，金子，这是金毛吗？这是金，这是金子，是金我给照的。这是金子在哪儿啊？金子在咱家浴缸。咱家你看这是，你看这浴缸了吗？就是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哦，还没拆浴缸的时候就有金子了。有，这刚回来的那会儿。金子3个月的，最多几个月吧。金子是10年的，你们大概是7月份抱回来的。差不多夏天，人家玩计谋，跟我说老太太答应了，走吧，咱俩买去吧，拉着我开车就去了，买回来了，告诉我说没答应，我根本就没答应啊。原来就是说你想都甭想，是喘气儿了，我坚决不养。不知道那天我哪儿大喘气了一下，他就抓住了。金子特别怪，他从小他就不是，你要给他弄个窝弄个毯子，他不睡。他给你撕了，他也不睡。他就爱睡地下。他就凉凉的睡地下。你知道金子最后的时候，那眼睛都浑浊了，都不是黑，他也看不见了。白内障吧，有点白内障那劲儿。对，他不是有点，他后边根本就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你叫金子，后来都不知道答应。应该是心脏不行了。金子与我们相伴了14年，在今年第一阵凉风到来前，他的生命平静地画上了句点。整理打扫旧照片，因为回忆的闸门轻轻地打开，而有了更深的意义。看照片真是最好的回忆。咱们家的这个相册有很多都已经是老化的，就是那个都碎了，你不注意的时候都不知道它都掉出去了。就是今天的这些照片也因为是搬家，有时候又找出来了，以前都找不到。还有呢，这经过几次搬家也丢了好多。其实有时候一想这个事儿，我就心里都挺难受的。你看当时是画展嘛，今天在陆米仓，因为陆米仓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陆米仓工作室也要搬了，我们那边基本上快装完了，所以我们准备这个月就搬家了。然后，所以正好也是在这个陆米仓，咱们合一张影。好吧。怎么了？我感觉陆老师又要哭了。没有啊，没有，完全没有。来吧，我就坐这儿呗，好吧。然后我的一个腿是搭在你的腿上的，你先伸出一个腿来。哎呦我天！然后，爸，你这只手拿着这个，框得下吗？好，准备。正中间那个是吧？看镜头。对对对。3、2、1。照片里那个被抱在怀里的孩子，如今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拥抱了整个世界。这或许是时间最温柔的笔墨。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相纸，而是它唤起的温度，是一个家如何一路走到今天的足迹，是那些差点被我们弄丢的爱的证据。一走，哇，怎么这么烫？脚会。不知道啊，招呼吧，饿死了。等会儿我先拍一张，大家不要生块啊。这是我们在新家吃的第一顿团圆饭，可惜金子没有赶上。但整理旧回忆是为了迎接新故事，把照片冲洗、整理、珍藏，是爸妈赋予记忆的一种庄重仪式。只是相册会泛黄，照片和底片可能会意外折损，再小心的保管也抵不住时间的无常。
在云端为旧时光安了新家之后，记忆这件事儿也变得轻盈而笃定。这个活动很好，哎呦因为他们越来越长大了，越来越和我疏远了啊！越来越那个缺少你跟我妈疏远了？缺少亲密性了。那么通过这个的回忆，好像又回到了你们小时候，我们完全天天都在一起的一家人，那种的亲情。现在真的你们都长大了，各自都有家了，就缺少了当年的那个。房子越来越大了，对，距离越来越远了。你这个话说特别像要包饺子钱那种。那你差不多了呀，忙点好。我说的都是心里话，真的。确实，真实的感受，有时候半夜不睡觉，就等着你们的信息。过年好，过年好，我就一个明白。从此往后，每一次团圆饭的烟火气，我们在外旅行时想分享景色的心情，每一个值得珍惜的当下，都会自动的汇入那条由过去流向未来的记忆长河。回到最开场的问题，你有多久没有跟家里人一起看过老照片了？不如就今年过年吧。我们负责整理相册，把照片数字化塞进爸妈的手机里，爸妈负责讲讲那些快被遗忘的故事，说说那些你从未了解过的细节。然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从未丢失，他们只是需要一次用心的回望。祝大家新春快乐，希望能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全家福。